观影类 AR 眼镜算是近几年在消费者市场异军突起的一个新兴品类，但其实大多数时候都只是作为一个固定在眼前的超大头戴显示器使用，它的本身并没有任何算力以及所谓的空间定位功能，所以当你移动或者转动头部时，画面都会零延迟的跟着你的头部移动，学名就是只有零豆腐零自由度。而像很多我们所期望的，比如说3豆腐画面悬停、虚拟多屏显示等等这些画面会随着你头部的移动而产生相应变化的真正空间功能，都需要通过连接外置的空间计算设备或者经过专门的软件来实现，使用起来相对繁琐一些，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是如果跟你说现在有这么一款 AR 眼镜，它内置空间定位芯片，不需要借助任何特殊的设备或软件，只需要连接输入设备就能够实现刚才所提到的那些3豆腐交互，甚至还能够一键给你提供一个像 Vision Pro 那样的3840x1080分辨率的超宽屏幕，你相信吗？没错，Xreal刚刚发布的新品 Xreal One 就是这样一款产品。我也有幸提前2周拿到了一台样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我个人觉得它应该是目前Bird Best 的 AR 眼镜中对功能集成度最高的一款产品了。所以今天我会结合一些我真实的使用场景，跟大家聊一聊这款 Xreal One 相比起市面上其他 AR 眼镜的升级之处，以及它的真实使用体验到底如何。作为一名过去1年多重度使用 AR 眼镜的用户，我一般最常用的使用场景有这么几个。第一，就是在我下班回家后实在是不想坐在电脑前的时候，我可以拿着 AR 眼镜通过 Type-C 线直连 Steam Deck、LG Ally 这些 PC 掌机，或者搭配 Xreal Hub 连接任天堂 Switch， 躺在沙发上就这样享受一个我私人的超大屏幕玩游戏。Xreal One 的50度 FOV 所带来的超大画面大概相当于距离55寸电视 1.43 米处或者120寸投影的3.2米处的效果。而如果你不是一个掌机玩家， Xreal One 也可以直接连接像 iPhone 15、16系列或者安卓的带有 Type-C DP 视频输出的手机。我们可以借助像 Game Viewer、Moonlight、PS Play 这样的串流 App， 无限游玩我们的 PC 或者 PS5、Xbox 等主机游戏。在这种场景下，因为我们人基本是保持一个静止的状态，其实无论 AR 眼镜具不具备空间算法能力都不会对你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将场景切换为通勤中，由于交通工具所带来的抖动完全零豆腐并且没有稳定功能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人就很容易由于画面的抖动而造成看不清画面，甚至产生些许晕眩的情况。这时Xreal One 的空间算法能力就起到作用了。当我们点击镜架上的功能键就可以开启一个云台防抖的模式，会在你移动头部时在90赫兹的刷新率下，让画面缓慢的跟随你的视线，并且消除在这个过程中的任何抖动现象。但除了游戏我也偶尔有在旅行出差时的生产力需求，无论是在飞机、火车、汽车等通勤工具上，还是在住酒店时，我只需要一台 AR 眼镜、一台掌机、一个折叠键盘就可以实现移动办公以及影音娱乐了，非常轻装出行。说跟大家说我上期视频一整期的文案都是我在休假旅游时在另一个城市通过这一套设备写好的。不过当时我带的是 Xreal 的上一代旗舰产品Xreal Air 2 Pro， 那一代是没有内置空间显示芯片的，所以在连接掌机时只能实现一个固定的 1080p 16:9大屏。当时我就在想要是我掌机的算力能够支持流畅的空间多屏该多好。而今天这台 Xreal One 不但解决了这个痛点，甚至还超越了。我们通过双击进腿下方的功能键打开 Xreal One 的菜单，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超宽屏模式，触发后它就会被识别成一个悬停在你眼前的3840x1080的超大32:9屏幕。所以我可以左边比如说开浏览器查资料，另一边打开文档写我的文案。我感觉这应该是这次 Xreal One 的王炸功能之一。但除了32:9的超宽屏模式悬停， Xreal One 也支持普通的16:9悬停，会在你的眼前固定一个虚拟显示器。另外一个我个人在使用中发现的 AR 眼镜的痛点就是市面上大部分的 Bird Best 的 AR 眼镜为了让画面能够在白天显示清楚，而把镜片做成了一个很黑的墨镜，这就导致它的透视与视野很差。在这一点上Xreal One 跟它的前辈 Air 2 Pro 一样，加入了3档电致变色的功能，可以一键切换镜片的透明度。当我们室外亮度较高时根据你的需要打开它的2档或者3档电致变色，可以阻挡大部分外界的光线。而在室内，
或者需要跟外界交互时啊，可以调回1档，基本就是一个透明的了。而且这一代呢 X6 啊还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一个一键通透模式。当我们点击镜架上方的快捷键时 ，X6 One 会将画面暂时隐藏起来，同时将电致变色调到最低档，让你可以完全看到外界画面。然后等到需要时呢，再按一下快捷键啊，就可以恢复之前的播放界面了。尤其是对于我这种近视用户来说啊，不用频繁的在2副眼镜之间更换。顺便提一下 X6 One 呢是提供付费的官方配镜服务的。然后由于呢它可以在白天使用啊，就让我发现了另一个很实用的使用场景，就是将它连接大疆的 RC2 或者 RC Pro 遥控器啊，通过眼镜来实现一个 FPV 的第一人称航拍视角来飞无人机。最后还有一个啊，就是可能比较小众，但是我个人经常干的事啊，就是戴着 AR 眼镜边看视频边做家务啊，比较不枯燥，是吧？还有归功于 X6 One 的另一个显示模式小窗模式，它会将画面缩小，并且固定在你的视野的左上角或者右上角，而把中间大部分的视野呢留给你来观察外界啊。其实说到这里啊，我相信很多之前就了解过 X6 产品的朋友可能会意识到，这不就是 X6 Beam 的功能吗？没错 ，X6 One 本体呢就可以实现 X6 前代产品加 Beam 才能实现的空间功能，避免了需要使用很多连接线跟设备相互缠绕的问题。说完使用场景，我们继续聊一下这款 X6 One 通过新增的 X1 芯片所能够实现的其他功能。这次眼镜啊本身就内置了一个 OSD 系统，可以轻松调节像画面大小、距离、不同显示模式、色温、3D 显示等等啊。其中还有很多朋友之前在这类产品中所期待的瞳距调节功能，所以之前啊很多由于瞳距原因啊导致看不清边缘或者重印等等现象而无法舒适使用 AR 眼镜的用户，在这一代上的适配度应该会提高不少。不过由于眼镜的框架所带来的限制，肯定是没办法物理的去拉长或者缩短镜架的。它的瞳距调节呢是在眼镜 OS 级别上实现的，所以在调节的过程中，你的画面大小与 FOV 也会有一定的变化。同时我也发现 X6 One 的音质由于跟 BOSS 这个老牌音频厂商的合作，对比之前的产品也有很大的提升。这里给大家简单听一下它的音质效果。舒适度方面呢 ，X6 One 啊，80克出头的重量，虽然不能说是跟普通眼镜一样，但是由于合理的重量分配以及空气鼻托的设计啊，就我个人来说，过去1年呢，我所有做过的超过10个小时的国际航班，我都是佩戴着。不是这台啊，毕竟当时还没有发售，而是这台重量与布局都非常接近的 Air 2 Pro 度过的。这么说吧，在佩戴2个小时以内啊，我一般是没有任何的不适感。2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啊，眼镜会稍微的多出一些存在感，而5个小时后啊，就是该取下休息的时刻了。这时耳朵上方呢会有轻微的酸胀感，但是基本啊休息个10分钟后啊，我又可以再佩戴一轮了。就说真的 ，Air 眼镜真的是属于我坐飞机时的一个必备产品，它所带来的长途体验提升啊，真的非常大。而在热量分布上，它所有的发热点都是在不跟你皮肤直接接触的地方，所以在佩戴时呢，并不会感受到任何发热的现象。另外 X6 啊还有一个单麦的配件，一个小摄像头，叫做 X6i。不过因为我拿到呢还是发售前的版本，所以还没有完全适配，就不多聊它了。最后我们再来聊聊2个我个人觉得 X6 以后可以改进的地方。首先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个王炸功能啊，超宽屏模式与悬停模式，因为它是依赖陀螺仪来实现的3豆腐悬停，所以如果是在行驶中的火车呀、汽车上使用，在交通工具转弯时，因为陀螺仪呢检测到了运动，所以你的画面也会跟着火车、汽车的方向来进行偏移，所以推荐大家在这些场景下使用云台模式是不受任何影响的。至于飞机的话呢，当起飞后呢，因为飞机啊基本是直线飞行，这2种模式呢基本都可用。另外一点呢，就是虽然 X6 One 呢在电致变1档时，它虽然相对已经很透明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对比完全透明的镜片啊，可以看到它还是会过滤到10%左右的光线。这个我是希望啊，如果技术允许的话，可以在以后的产品上再加1档变色，让最低档呢能够几乎透明。其他的说实话，在观影类的 AR 眼镜中啊，我是真挑不出啥骨头啊。X6 One 呢应该是目前啊，至少这期视频拍摄的这个时间点，市面上唯一一款支持原生3豆腐空间功能的 Bird Bath 类 AR 眼镜。我是真的很希望啊，未来有更多的 AR 眼镜能够加入类似的功能。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一点就是价格，这款 X6 One 呢是3299，说
实话不能算便宜，但毕竟是旗舰款，我觉得它在实用性与功能上确实还是配得上这个价格的。所以如果你最近正在选购这种观影类的 AR 眼镜，如果对于空间功能有需求的话，我真的是很推荐这款 X-Ray One。OK，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